尊敬的面粉们好，我是面具人。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养鸡下蛋和大头都应该让你们赚到钱了吧？虽说大头今天有点回调啊，但是大家也都不必纠结，因为大头它总共就4000多个，它再回调能回调到哪儿去吗？而且这个雪崩的创始人还都在一直支持大头呢。这游戏还没出呢，这个 NFT 的附加值经济模式还都没出呢。这种程度的回调呀，也只是一部分低位进场的人套利了而已，很正常。同时呢，这也是大家进场的机会。否则的话，如果说大头后面的游戏还有它的被动收益出来了以后，那你到那个时候再进场又来不及了。而且这种程度的回调，对面具人的会员和前几天及时的收看到我节目的面粉们、观众朋友们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啊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推荐的时候，大头只有2、3、4 AVAX， 当然了，给我的会员推的时候只有1到2之间吧。所以呢，早期的看我节目的，尤其是会员啊，那他们都已经是5、6倍，甚至是10几倍的涨幅起步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养鸡啊，养鸡目前也稳得很，只是稍微的回调了一些，但是你们算一算。养鸡它能下蛋，蛋还能搞饲料，这是双重收益啊！你不养鸡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卖给别的鸡主人，让他去养鸡，那你就能收到每天强大的被动收益。所以说呢，养鸡它回调一点点啊，完全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它的被动收益高嘛。总之呢，目前来看，这2个项目都很稳。哦，对了。面具人，我昨天还花了140个 AVAX 买了一只传奇鸡啊。前天呢，我又花了600个 AVAX 买了2个传奇大头啊。那个传奇鸡啊，排名是第70级，我买的那个小丑大头啊，排名是第3。总之呢，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收藏癖啊。我有钱嘛，反正我自己是敢投资的啊。因为我在很多项目都是赚到钱了，我利滚利我也不怕，而且呢。对吧？这个项目我哪怕不卖，我觉得以后拿到游戏里面玩，反正我有钱，我有钱呀，几十万、几百万的投资对我来说不算啥。但是你们投资一定要谨慎，还是按照面具人我说的啊，根据你自己的资金实力去投资1到3个之内啊，不要梭哈，听懂了没？投资它是一个整体，比如说你有投资3个项目，那么你在算账的时候，一定是要看这3个项目总体的盈亏，而不是仅只专注某一个项目赚了亏了啊。那我再往大一点说，你如果是个投资家，你同时有在投资10几家公司、上百个项目，那你是不可能100个项目100个都赚的。100个项目里面，你只要能做到60个、70个。你赚钱了，那你已经是很成功、很牛逼的投资家了，懂了吧？所以说呢，大家切记，千万不要在一个项目去倾注自己的所有。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，搞投资切记涨了追，跌了割。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之前讲的那个割肉。最近这个肺确实有点不好啊，但是目前我还没有被确诊。我刚才讲到哪儿了？哦，对。割肉是一门艺术的节目，我那期节目讲过了。除非你是在同时期有把握找到更赚钱的项目，那没问题，你可以毫不犹豫的离场割肉，或者是这个项目已经进入死亡期了，那你必须得跑了，你还不赶紧跑，留着跟这个项目陪葬呀？但是呢，目前来看，鸡和大头现在还没有到爆发期呢，他们2个的游戏还都没出来呢，而且呢，路还长着呢。面具人今天啊，还要给大家讲2个事儿，那就是中国呀已经开始布局加密货币实名制了，还有一个事儿呢，就是比特币可能要到拐点了。什么拐点？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知道了。那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顺便呢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，就可以参与抽取唯独本月特别加注的给你们过年用的超级大奖啊，那就是$1000的直接转账啊。那你们得到这笔钱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过个好年了。好，来讲正题啊，百度上线了区块链云图腾这个东西啊。意在要让每一张原创图片都可以达到可追溯、可追踪、可溯源。
这用的是一种特殊技术，是已经渗透到了编码层面的。你如果说仅仅是把图片的这个二维码呀，把这个图片的印章给它 PS 掉了，也是没有用的。这个图片整个的源码都已经是加密过的，可以被识别的，听懂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只要你买了某个 NFT 或者是图片商标，就会被打上不可改写的印章。你如果说想改想转让，必须得到有关部门报备审批，去完成过户手续。百度搞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让区块链的产品，包括链游呀，包括这个币呀，都可以打上码，每个产品都拥有识别码。听说百度这么做，政府这么做是为了保护版权啊。但是呢，说白了，这就是实名制，这就是监控追踪，对吧？看今天的这个结果，又让面先知在半年前给你们预料准了，对吧？我当时说过了，什么加密货币、去中心化、匿名都是骗傻子的，而且呢，各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它的这个中国模式一定会推广的，以中国为首的，这些贵族们，他一定会实名制的控制你的钱包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法币钱包，还是加密货币钱包，还是你的加密货币产品，都必须得被政府控制。如果说你的钱不被政府控制了，那些贵族官员们还靠啥赚钱呀？对不对？他不就是靠控制老百姓赚钱的吗？看这是不是就让面先知我说准了，对吧？什么匿名呀、去中心化呀、加密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些玩意儿在举国之力面前都是小丢丢、小儿科，谁信谁傻逼。人家政府都能直接把你给抓进监狱里面，直接把你给枪毙了，还能控制不了你的钱包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天天说去中心化，去中心化，什么是去中心化？来，面具人，我告诉你，看，给你脑门上来一发子弹，你就去中心化了，听懂没？其实币圈你老老实实做事情，你想要赚钱是比较难的，除非你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力和市场分析的能力和市场预判的能力，但是呢，大部分人是没这个能力的而且呢，很多人盲目跟错人了信什么团队了，听什么老师的话，然后呢就把钱把韭菜给送出去了然后就被割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总之老实人在币圈是很难赚钱的，除非你是高手但是在币圈骗钱是非常容易的。这几天大火的那个，来看图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家伙。总体来说呢，长得不是怎么帅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我没有任何人身攻击的意味据说这个家伙目前的一个头像能卖到10几个以太坊了大家都觉得他很牛逼，而且这个小伙也走红了，现在是豪车美女都给配上了。当然了，也有一定的包装宣传的因素在里面。那你们各位想不想知道，这个小伙为啥能走红？这个小伙的头像为啥就能卖到10几个、几十个以太坊呢？嘿嘿，面具人，我可是心理学高手，我可是营销高手来，我给你们揭露答案。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个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的传媒应用。可能你们听不太懂我白话的给你们详细的解释一下。其实呀，任何一个项目想要火，都必须得经过这个幸存者偏差的过渡阶段。这种操作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就像之前的鱿鱼游戏是一样的。我发一个项目，找点网军，找点刷帖子的媒体打广告，发帖子，然后在各个群里面吹牛逼这个牛逼能吹多大就吹多大。比如说鱿鱼游戏，他就敢吹。他在新闻媒体，包括台湾的电视台上面打的广告就是2天涨了2000倍那什么币能2天涨了2000倍？你甭管你也别管这个谎话有多么的假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敢撒谎，就会有人信，只是比例的问题。你撒再假的谎，再夸张的谎，都会有人信的。尤其是在币圈，币圈是零门槛的，这也就导致了币圈的这些人文化程度低，素质差，思维能力差，喜欢跟风，没有主见。共产党说过了一句非常至理的名言那就是谎言说上1000遍就是真理这个好像不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，好像是出自于德国具体是谁我忘了，大家可以给我留言补充一下但是呢，这个玩意儿这种玩法是被中国共产党发扬光大的。你看谎言说上1000遍就是真理，那更别说在现在的互联网发达的社会，
整个互联网可以让谎言瞬间覆盖几万人、几十万人、上亿人，对吧？那就真的更是小儿科了，对吧？你谎言说上1000遍、10000遍都成真理了，更别说几十万人、几十万遍、几个亿人、几亿遍，对吧？那就更是真理了，对吧？只要有一小部分人相信了这个谎言，那这些人就会去传播这个谎言，而导致另外一个圈层里面的这些容易跟风的、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信了这种谎言，那就会击鼓传花，形成龙卷风、蝴蝶风暴。然后呢，再配合什么外围的媒体广告呀、网军刷帖子呀、打广告呀，包括群里面的托儿拉托带节奏呀，可能有些人思维能力强一点的人觉得，这是谎言，我得自己去查一查，验证一下。可是呢，他百度一搜，他谷歌一搜，哇，谷歌的媒体、电视台、新闻，包括这些网红明星都代言了，都说这个涨了2000倍呀，看来是真的。看，那面具人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你这么想一下，是不是这整个套就下好了？你忽然听到别人一说哪个币涨了2000倍，涨了200倍啊，这么猛的，而你恰恰是满脑子整天都在想着赚钱，然后嘞，你看到别人赚钱了，你心里面肯定会激动，然后嘞，你再听别人一说这个一说那个一说，你再一查，好像真的是耶，然后你就把钱投进去了，然后呢，你就中招了，对吧？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最近的这些什么的炒作项目啊，什么鱿鱼币呀、杰伦熊呀、屌丝画像呀，这些项目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共通点，那就是在推广媒体在爆破之前啊，他们都先是左手倒右手，自己用自己的资金来回倒，人为的制造一定的涨幅，然后呢再拿这个所谓的涨幅呀、K 线呀、图表呀，拿这个玩意儿去推广、去念经啊。你和尚念经总得有经文吧，总得有经书吧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在念经之前早就先把这个经给你画好了，听懂了没？然后呢，大家一看，哇，真牛逼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还有好多水军在周围吹牛逼，大家都在互相吹牛逼，说我靠，涨了几百倍了，涨了2000倍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环节就是幸存者偏差应用的关键环节，你们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啊。仔细观察，我告诉你这个环节，我告诉你这个，我现在咳嗽越来越厉害了。这个环节就是幸存者偏差应用的关键环节。你可以这样想，网上的这些发帖的人，群里面这些互相吹牛逼的人，这中间有几个人是真人？哪怕这中间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是水军机器人，只要有2个是真人，只要有2个人信，就可以击鼓传花了。听懂了没？一个骗局只要有2个人信，就会有200个人信、2000个人信、2万个人信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，靠撒谎最终骗取上位的，靠撒谎夺得天下的多得很。你像共产党、民进党，哪个不是这样？可是你再看一看这些撒谎的人，有哪一个被惩治了？包括什么美国总统、国会议员、省长、市长，哪一个没把钱赚了？哪一个没把权赚了？在他们上位之前撒出来的谎言、吹过的牛逼，这好那好，承诺这个那个，等他拿到权力了，等他赚到钱了，管你老百姓是谁呢？是吧？反正我已经把你们的韭菜割了，对吧？人家撒谎，人家骗人，人家坑人，把钱赚了，把权赚了，而你呢，还是韭菜屌丝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的环境就是这样，而且呢，这种环境在币圈会更极端，会更明显。那各位想要在这种环境下赚钱的话，就一定要看清楚这些盘子的套路，这些盘子的游戏规则，以及这些人的人心，做好心理分析，才能有胜率。我并不是说鼓励各位去骗人面具人我也不喜欢骗人，明白没？不想骗人，想赚干净的钱更难，但是难也有难的办法。那面具人我不就是吗？我也不下套，我也不骗人，对吧？你看多少人通过看面具人的节目跟上了好项目，赚到钱了，对吧？而且我讲过的这些项目，10个里面至少6、7个、7、8个都是还不错的项目吧？
偶尔可能会碰到2、3个非常一般的项目，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投资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去看，你不可能做100个项目100个都赚钱的，明白了吧？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谎言，更别说你在虚拟空间里面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虚拟空间里面，币圈、互联网金融里面，你看到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假的，都是骗的。你摸不到它，你也碰不到它，你也无法去证真伪，你把控不了别人，你能做到的只有控制自己。如果硬要说你能控制别人，那也就只有分析他们的心理啊，人性都是通的，心理都是通的，明白了吧？这就是为啥面具人我从来不讲什么技术分析、画 K 线之类的，但是我的胜率反而比那些所谓的技术大神要高很多的原因。因为你画线不一定能画到人的心里去，而面具人我看的就是人心。好，最后再来给各位面粉们说一下比特币、以太坊的走势啊。大家可能还在关心比特币、以太坊这几天会不会跌破咳嗽有点厉害啊，我都是强忍着咳嗽给大家做节目了，大家理解一下啊。其实我这段时间就不想做节目了啊。你看我原来是1天2个、3个，一天至少1个，变成现在2天3天才出1个，我真的赚够了，钱够了，想退休了啊。要不是每天闲得发慌，我做节目也是身体慢慢跟不上了啊，太累了，太费精力了。因为我的这个采集资料呀、演讲呀、制作都是我一个人啊。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由于反共立场嘛，所以比较敏感，我也没有办法去雇一些人啊，雇一些人导致了一些你看啊风险事件，那也是不好的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啊，且看且珍惜。我可能即将啊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就退休了。我可能就不会再出视频了啊，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？大家都在考虑比特币、以太坊啊，什么时候会跌破4万，或者是跌破3000啊？那面具人，我想告诉大家，你看啊，你们都是长期的面具人的老观众，你们也都知道面具人我从来不玩比特币和以太坊啊。大家仔细观察一下，我这半年推的项目，哪个没有比比特币、以太坊的利润高啊？比特币、以太坊一涨最多涨个10%、30%、50%，对吧？而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而且你需要占用大量的资金，而且呢，跌下来大家都跌，对吧？跌是一样的。可是面具人，我这半年推的项目，很多都是几倍、几十倍起步的，对吧 ？AXS 大头养鸡啊，多了，太多了，记不清了。所以呢，面具人，我觉得，比特币、以太坊，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该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我依然看空，我依然是悲观啊，因为投资就必须得有保守的态度。你想让我不保守，你想让我更加的奔放，行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让我看到利润，利润够高的话，我去冒更大的风险也是应该的啊。就像这些大投机，以小博大，小投资高风险高利润。亏了也就是小投资，可是呢，我大投资高风险低利润，去玩什么比特币、以太坊，没啥意义嘛！啊，面具人，我好项目多得很呢，各位老观众可以给我留言作证啊。那好，如果你想要跟着面具人我赚钱，就转发今天的这个节目，或者是下载 Line、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祝你好运。